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如果把时间拨回1987年，很多人或许不会想到，未来的海峡两岸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那一年，台湾解除戒严，两岸重新开放探亲。对于许多人来说，这不只是政策变化，更意味着一段被切断数十年的历史，终于重新接上了。当时不少人都觉得，既然门打开了，未来两岸总会越来越接近吧。毕竟大家说着相同的语言，拥有相似的文化，许多家庭甚至本来就是一家人。然而30多年后的今天，当我们回头再看，却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：海峡确实打开了，交流也越来越频繁，但两岸的发展方向却逐渐出现了差异。很多人喜欢把这种变化归因于某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某一个历史事件，但如果把镜头拉远一点，你会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因为真正改变两岸的，或许不是某一个人的选择，而是一整个时代的变化。今天这期百年共和梦，我们就来聊聊曾经相似的两岸为何走向不同的路。欢迎收看小雪的频道。海峡双湾都应自力结束，历史的悲剧开创中国人帮中国人兴济。到北京，我所看了这10几年，一个确认了社会主义市场。如果你去看1990年代初的两岸新闻，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那时候的两岸几乎都站在一个新时代的起点上。台湾正在经历政治改革与社会转型，中国大陆则继续推进改革开放，并开始全面拥抱市场经济。双方都在谈发展，都在谈未来，也都在试图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，很多事情都在改变，很多事情也都还没有答案。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许多差异，其实正是在那个年代一点一点形成的。所以要理解今天的两岸，或许要先回到那个充满变化的90年代。关于开放探亲的故事，我们前2期已经详细聊过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。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海峡打开之后发生的事情。进入1990年代以后，两岸之间的交流开始迅速增加。最早恢复的是探亲，随后是经贸往来，越来越多台湾企业开始到中国大陆投资设厂，而中国大陆市场的快速成长，也让双方的联系越来越紧密。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：前店后厂，台湾接订单，中国大陆负责生产。放到今天看，这句话似乎有些简单，但在当时，它确实代表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。许多人相信，经济联系会让双方越来越接近，这种想法并不难理解。纵观世界历史，许多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，往往都是先从贸易开始，再逐渐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。因此，在1990年代初，不少人对于两岸未来其实相当乐观。然而，历史的发展往往不会完全按照人们预想的方向前进。随着交流越来越频繁，两岸社会也开始出现各自不同的关注重点，而这种差异首先出现在台湾。如果把1990年前后的台湾报纸放在一起比较，你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变化。1980年代的头版新闻很多都围绕经济发展展开，出口成长多少，工业产值增加多少，今年经济表现如何。但进入1990年代以后，越来越多新闻开始讨论另一件事：台湾未来应该往哪里走。1990年3月，台北爆发了后来被称为野百合学运的学生运动，数千名学生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广场，希望推动进一步改革。从今天回头看，这场运动只是台湾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片段，但它反映出一个重要现象：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主动参与公共事务。与此同时，电视媒体迅速发展，社会讨论也变得更加热烈。许多过去不容易公开讨论的话题，开始频繁出现在电视节目和报纸版面上。有人支持改革，有人担心变化太快，也有人选择继续观望。不同声音同时出现，本身就是社会转型的一部分。而李登辉也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逐渐成为台湾新时代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。不过，如果把历史镜头再拉远一点，你会发现，真正发生变化的，其实并不是某一个政治人物，而是一整代人的关注点正在改变。过去人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发展经济，后来越来越多人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：经济发展之后，社会又该走向哪里？就在台湾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海峡另一边的中国大陆也正在经历一场同样深刻
但方向截然不同的变化，而那场变化很快就会影响无数普通家庭未来几十年的命运。事实上，在进入90年代之前，中国大陆同样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学生运动。1989年前后，北京等地爆发学运，并引发全国关注。这场事件后来深刻影响了中国大陆此后的发展方向。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江泽民逐渐成为90年代中国大陆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。1992年，88岁的邓小平离开北京，来到南方。后来这次行程被称为南方谈话。对于很多年轻观众来说，这可能只是历史课本上的一个名词，但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，它更像是一种信号。改革开放不但不会停止，而且还会继续向前。很快，中国大陆各地开始出现一种新的社会氛围，做生意不再是一件不好意思的事情，越来越多人开始下海经商，街边出现了更多个体户，工厂开始增加，外资企业陆续进入，许多城市也开始快速扩张。如果你看199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街景，会发现一种特别有时代感的画面：路边挂着招商引资的横幅，刚建好的开发区还带着泥土味，远处塔吊林立，很多地方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工地，整个国家仿佛都在施工。而在这些宏大变化背后，普通人的生活也开始发生改变。过去很多年轻人最大的目标是分配到一个稳定工作，俗称铁饭碗。但到了90年代以后，越来越多人开始自己寻找机会，有人开餐馆，有人摆地摊，有人到南方打工，也有人拿着全部积蓄去创业。当然，变化从来不会只有一种声音，改革带来了机会，也带来了压力，尤其是90年代后期的国有企业改革，让许多国企职工面临下岗。对于一些家庭来说，这是一段并不轻松的记忆。昨天还在工厂上班的人，今天可能就要重新寻找工作。有人成功适应了新时代，也有人经历了漫长的阵痛。所以回头看90年代的中国大陆，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很多人讨论的并不是制度，而是机会。工资涨没有，生意好不好做，房子买不买得起，孩子以后有没有更好的生活，时代的话题最终还是落回了柴米油盐。而这种关注点也逐渐和当时的台湾社会产生了不同的方向。如果把镜头同时对准1990年代的台北和上海，你会看到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面。台北街头，越来越多人关注选举，媒体和社会议题，电视节目里的讨论越来越热烈，报纸上的政治新闻越来越多。而在上海、深圳、广州等城市，人们谈论更多的则是哪里有工作机会，哪里在盖新工厂，哪里房价又涨了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台湾人不关心经济，也不意味着中国大陆民众不关心社会问题。现实世界从来没有这么简单。但如果从整体趋势来看，两岸社会的关注重点确实开始出现差异。这种差异并不是一天形成的，也不是某一次选举或者某一次会议决定的，它更像是一条慢慢分叉的道路。走着走着，大家关注的话题变了，接触的信息变了，成长的环境也变了，于是对未来的想象也开始不同。有历史学者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人们往往不是被历史改变，而是在历史之中长大。同样出生于1990年代的年轻人，有人在台湾长大，有人在中国大陆长大，他们说着相似的语言，看着相同的汉字，却经历着不同的时代环境，而这种环境的差异也逐渐塑造出不同的社会经验。很多后来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，其实都是那个年代一点一点形成的。回头看1990年代，两岸都在变化，台湾正在经历政治开放后的新时代，中国大陆则进入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。从表面上看，双方似乎只是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重点，但真正发生变化的其实不仅仅是政策，而是一整代人的成长经历。对于许多台湾家庭来说，90年代的记忆可能是选举、公民参与以及社会不断出现的新讨论，而对于许多中国大陆家庭来说，90年代的记忆可能是下海经商、南下打工以及不断变化的城市天际线，两边都在成长。
两边都在改变，只是改变的方向并不相同。有时候历史就是这样，当身处其中的时候，人们往往察觉不到变化，可当几十年过去以后再回头看，才会发现许多后来影响深远的事情，其实早已在那个年代埋下伏笔。而海峡两岸的故事也正是如此。1987年打开的那扇门，确实让双方重新看见了彼此，但看见彼此，并不代表会走向相同的道路。历史从来不是复制，每个社会都会根据自己的经历，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，而最终承担这些选择结果的，也始终是生活在时代里的普通人。回到影片开头那个问题，为什么曾经如此相似的两岸，后来会走向不同的路？或许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。有人认为是政治人物的选择，有人认为是时代发展的结果，也有人认为这是不同社会在不同阶段做出的不同选择。但如果回到1990年代，你会发现，无论是台湾还是中国大陆，大多数人其实都没有想过那么宏大的问题，他们关心的可能只是工作、家庭和未来。有人期待社会改革，有人期待经济发展，有人希望拥有更多选择，也有人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后来两岸逐渐走向不同的方向，但无论道路如何变化，历史最后影响的始终还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生活在那个年代，你最关心的会是什么？是发展，是自由，还是与家人的团聚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看法。下一集《百年共和梦期》，香港回归，一个时代的期待。1997年，一个影响整个华人世界的重要时刻即将到来，而邓小平留下的时代遗产，也将继续影响未来几十年的历史。我是小雪，我们下期见喽。李先生，您觉得两岸还会越走越近吗？有些路走着走着就变成了自己的路。江主席，您觉得两岸还能走回同一条路吗？路不一定相同，但总有人希望再相逢。